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股神巴菲特出手了，持有17年的比亚迪股票一股不留，全部清仓。消息一出，比亚迪港股当天市值就蒸发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累计更是灰飞烟灭3300亿。要知道，这可是巴菲特当年最经典的中国投资神话，17年翻了40倍，如今却被他亲手画上句号。问题来了，巴菲特究竟嗅到了什么危机？比亚迪是暂时颠簸，还是正走向下一个恒大的深渊？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这段堪称传奇的投资。时间回到2008年，当时电动车还是个很新潮的概念。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蒙格极力向他推荐比亚迪。当时，伯克夏·海撒韦公司以每股平均8港元的价格买入了比亚迪大约10%的股份，总投资超过2亿美元。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比亚迪一路高歌猛进，股价在2022年6月一度冲到了331港元一股，翻了超过40倍。这笔投资成了巴菲特投资生涯中最经典的案例之一。然而，风向是从2022年8月开始变的，伯克夏公司开始了第一次减持，从那时起，减持的消息就没有停过。他们的持股比例从最高的将近20%一路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有眼尖的投资者在伯克夏子公司的财报文件中发现，比亚迪这项投资的账面价值已经变成了0。没错，你没听错，是0。消息很快得到了伯克夏发言人的证实，长达17年的联姻正式画上句号。面对市场的震惊，巴菲特本人只淡淡地说过一句话：未来希望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美国。而比亚迪的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则回应说，股票有买有卖很正常，感谢巴菲特过去17年的陪伴。听起来是不是很官方，很像分手时说的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但各位想一想，如果这家公司真的前途一片光明，一个像巴菲特这样精明的投资者会就这样轻易离场吗？还是说他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比亚迪到底怎么了？当我们把目光从巴菲特的动作转移到比亚迪自身的经营状况上时，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就展开了。首先是股价的雪崩，消息一出，比亚迪港股当天就大跌超过3%，写下近3周以来的最大跌幅。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从4个多月前的高点算起，比亚迪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市值已经累计蒸发了约450亿美元，合约3300亿元人民币。4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等于福特汽车的总市值了。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内灰飞烟灭。其次是利润的断崖式下跌。今年第2季度的财报显示，比亚迪的净利润暴跌了30%，这是它3年多以来首次出现季度利润下滑。甚至这个数据比2023年就2年前同期还要少4.68亿元。如果扣非，那么净利润同比下滑幅度则高达36.61%，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说明比亚迪在高速扩张路上狂奔几年之后，开始出现失速的信号。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送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过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
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 DASHIJU， 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最核心的问题出在销量上。比亚迪过去几年的神话是建立在销量疯狂增长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这个引擎也快熄火了。占比亚迪全球销量近80%的中国市场成长已经停滞。9月1号，比亚迪发布产销快报显示，其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37.36万辆，仅比去年同期增长0.15%，这也是今年7月后，比亚迪再次出现销量同比增速不足1%的情况。7月份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当月新能源车销量34.42万辆，仅同比增长0.5%。同时，乘联会的数据显示，7、8月国内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速分别是24.4%和34%，说明这2个月比亚迪已经大幅落后新能源汽车行业大盘的增长速度。而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数据没有掌握，那就是比亚迪经销商终端库存的系数。传统汽车品牌主机厂的销量数据是以经销商批发的数据为统计口径，并不是终端上牌数据，所以厂家的销量数据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卖出去的，有多少是静静的放在经销商的车库里在吃灰的，还是一个问题。完整视频直接说出某些车企为了一味的抬高市值、抬高股价，更为了营造销量好的假象，不管有没有订单，都一直生产新车，库存更是超过了100万辆新车，而这些新车卖不出去，就会直接流向二手车商统一上牌，来向消费者营造销量旺盛的假象，也就是所谓的0公里二手车。抖音搜索0公里二手车，你就知道是哪些车了。看见没？咱这一片啊，全部都是0公里的二手车。咱把所有0公里二手车全部给大家报一遍价格，能看看这车到底香不香？比亚迪的驱逐舰05 0公里的二手车啊，落地价格55800，便宜不便宜，兄弟们？然后这个呢是个比亚迪的海豹05啊，也是个0公里二手车，包牌包税全款，落地价格也是个55800。然后这边还有王朝王的啊，看这边。这是个比亚迪的秦 L 啊，官方指导价99800的，也是个0公里的二手车，全款落地66800。然后这还有一个高配的，80公里续航超越版本，也是个0公里的二手车，全款落地价格73800。然后这还有个比亚迪的海豹06，官方指导价也是个99800的，4.83米车长，也是个0公里二手车，全款落地66800。国内销量增长停滞的情况下，9月份的全球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也几乎没有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比亚迪不得不低头。他们已经把2025年的销售目标从原先雄心勃勃的550万辆大幅下修到460万辆。好了，数据看到这里，我想问问正在看影片的各位朋友，你们觉得这些数字可怕吗？一个公司的股价、利润、销量同时亮起红灯，你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颠簸，还是系统性危机的前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关键的部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市场竞争激烈了点吗？但实际上，比亚迪现在面临的是来自国内政策、国际关系、内部运营和行业竞争4个层面的夹击。过去几年，比亚迪在中国市场能够快速扩张，靠的是什么？2个字：便宜。2023年初，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减少，比亚迪带头掀起了降价潮。他们用低价策略，像一台压路机一样，碾过了很多竞争对手，抢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像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玩法，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内卷，大家都在疯狂降价，整个行业的利润被迅速侵蚀，
根据野村证券的报告，过去2年，中国汽车的平均零售价下滑了19%。7月份全国汽车行业利润率跌到3.5%，这创了5年新低。你别看汽车销量在增长，实际上大多数都是降价卖的，增收不增利。前7月全国汽车行业的收入是5.9万亿，增长了8%，但是行业利润是2737亿，涨0.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规模效应都快失效了。讽刺的是，比亚迪自己发起的价格战，最终引来了监管的铁拳。北京当局看不下去了，开始加强对价格战的监管，限制降价幅度。这一下直接废掉了比亚迪最擅长的武功，不能随便降价了，它的优势也就大大减弱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它第2季度30%的利润暴跌。国内市场不景气，比亚迪自然会想着去海外找出路。欧洲、拉丁美洲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欧美国家也不是傻子，他们看到中国大量廉价的电动车背后有着北京当局的政策支持，正像潮水一样涌向全球市场，这被他们视为倾销。于是贸易壁垒迅速建立起来了。欧盟寄出了超过17%的额外关税，美国更狠，时任总统拜登直接把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从25%一口气拉高到了100%。这2堵高墙几乎堵死了比亚迪在欧美市场大规模扩张的道路。很多市场分析都认为，中国因为倾销电动车导致与欧美的紧张关系加剧，是巴菲特决定清仓比亚迪的一个重要因素。巴菲特投资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避免地缘政治风险，而现在的比亚迪正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除了外部压力，比亚迪内部也并非高枕无忧。这里有2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对供应商的极限压榨。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一个叫亚洲金融的账号发了一篇帖子，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这篇帖子把比亚迪和已经爆雷的恒大集团相提并论，说他们都是集权经济的典型。帖子指控比亚迪为了争夺行业龙头，不择手段压榨供应商。他宣称比亚迪2024年有403亿的利润，但这是靠着延期支付供应商的贷款，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等方式拖出来的，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在2023年，比亚迪对供应商的平均付款周期长达惊人的275天，这远远高于全球行业的普遍水平。第三，现金流压力剧增。现在这个靠拖欠供应商贷款来维持现金流的游戏也玩不下去了。北京当局出台了新规定，要求车企必须在60天内支付供应商的贷款，从275天突然缩短到60天，这对比亚迪的资金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截止6月30号，比亚迪总现金只有1474亿，但是短期借款、应付账款以及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4项加起来，总金额超过4000亿。所以说它有期负债比例不高财务利息不高，但是兑付压力巨大。财报也显示，比亚迪的举债金额从去年年底的286亿元人民币攀升到了391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意味着公司的营运资金正在变得紧张。第4个困境，竞争对手的崛起与自身产品的老化。当比亚迪被价格战和现金流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它的竞争对手们正在迎头赶上。像吉利汽车、领跑汽车等品牌正在推出更新、更有吸引力的车型。有分析师直言不讳地指出，从2018年以来，比亚迪的产品线已经变得老旧了。有些自以为很牛逼的技术，消费者根本不买账。这就相当于皇帝的新衣，看似华丽，实则尴尬。汉唐应该提升品质、实用配置和情绪价值，而不是一味的去降价。汉当年卖的很好，也绝对不是因为它便宜。汉现在错误的选择就是走性价比之路。想买性价比、想追求性价比的人可以去选择秦，毕竟秦王扫六合嘛。当然了，消费者不是想要一台全身没有竞争力、配置普通、只是价格便宜的汉，而是想要一台配置丰富、有特色、有档次、有竞争力的汉。消费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
曾经掉价的车型，想让大家再去心甘情愿花高价钱去买，真的很难。为了应对竞争，比亚迪甚至不得不把一些新车款的发布推迟到明年，也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在快速迭代的电动车市场，产品推出慢一步，可能就会失去整个市场。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亚洲金融那篇把它比作恒大的帖子。这个比喻为什么让市场如此恐惧？因为恒大的故事是所有投资者都记忆犹新的一场噩梦。它同样是靠着高负债、急速扩张、挤压供应链，建立起一个看似庞大的商业帝国，但最终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倒塌。帖子里说，比亚迪零利润卖车拖垮自身与行业，增长停滞，类似2021年的恒大，暴雷在即。这些话说得非常重，但对比我们前面分析的种种困境，利润暴跌，国内销量下滑，被监管限制价格战，被欧美关税围堵，现金流因新规定而承压，你会发现这个比喻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今年稍早，长城汽车的创始人、董事长兼执行董事魏建军也曾经表示，汽车产业里边的恒大已经存在了。他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比亚迪，但外界普遍解读他指的就是比亚迪。金融时报甚至引述比亚迪管理层自己的说法，说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现在的129家电动车企业，最终只有少数能够存活下来，这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而现在的比亚迪虽然体量巨大，但已经显现了疲态和脆弱性。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巴菲特为什么要清空比亚迪？是单纯的获利了结，拿走那40多倍的惊人回报吗？当然有这个因素，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正如许多市场人士分析的那样，巴菲特对这家公司的估值，对整个新能源车产业的竞争格局，以及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在中国电动车产业内卷严重，同时又与欧美关系日益紧绷的大背景下，比亚迪这个曾经的奇迹，在巴菲特的眼中，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长期持有的优质资产。他卖出的可能不只是一只股票，而是对一种高杠杆、依赖政策，在激烈内耗和外部封锁中挣扎的商业模式的未来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比亚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它依然是中国的电动车龙头，依然在努力地向海外扩张。但巴菲特的离场就像一声警钟，提醒着我们，再庞大的帝国也可能存在着致命的裂痕。它能否挺过这场危机，成功转型呢？还是会像一些悲观者预测的那样，成为下一个暴雷的巨头？时间会给出答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比亚迪的未来，您怎么看？您认为巴菲特的决定是正确的吗？请务必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